虽然很擅长后面 KO 加上的转身 KO。她是中国拳坛当之无愧的 KO 女王，同时她也是中国女子散打领域最能打的那一位。出道至今已经暴揍数不清的外国选手，无论是其他国家的精兵强将，还是世界有名的搏击冠军，只要遇见她，都会被犀利恐怖的散打招式秒杀 KO 昏死擂台。此人就是来自山东菏泽的 KO 女王龚艳丽。龚艳丽纵横职业擂台10余年之久，无论是市级散打冠军还是省级散打冠军，她统统拿捏在手中。21岁的龚艳丽曾代表中国出战，拿到了世界级的自由搏击锦标赛冠军，就连咱们中国的格斗冠军张伟丽见到她都得尊称一声大师姐。再加上后期龚艳丽已然决然由散打运动员身份征战自由搏击擂台，轻松豪取27场连胜25次 KO， 至今都难逢敌手，所以中国拳迷粉丝才给予她为 KO 女王称号。龚艳丽的不败战绩吸引了全球各地女选手前仆后继的挑战，其中就包括荷兰8年不败的黄金女孩贝特伦。贝特伦还未成年就已经开始在泰拳领域崭露头角，后期也如同龚艳丽那样，在荷兰自由搏击领域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，连续8年不败，使得贝特伦信心倍增。于是就想到来中国挑战 KO 女王龚艳丽，争夺冠军金腰带。今晚的比赛将会是龚艳丽职业生涯最艰难的考验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龚艳丽，黑色长裤就是荷兰选手贝特伦。两位选手一上来就展开了激烈的拼拳换脚，尤其是贝特伦仗着自己身高臂展占据优势，就主动逼近内围，试图利用自己最擅长的粘性打法将龚艳丽击倒读秒。当然，龚艳丽也立刻做出反击动作，一旦看到贝特伦距离太近，就会施展内围缠抱，坚决不给贝特伦施展凶狠招式的机会。这贝特伦也是攻击很凶啊，没错，力量明显可以看到力量有一些把控啊。龚艳丽如果这样的话消耗自己力量呢，第2、第3回合可能会比较危险。侧摔，因为大家从目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身高臂展上绝对是贝特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没错，3次 WBC 的世界冠军 ，WCK 的世界冠军 ，WF 的世界冠军。对，刚才还是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在了贝特伦的下巴上，要小心一些。是的，那现在一个前手的直拳很重啊，贝特伦其实也非常熟悉哦。这个时间差，好漂亮，后来前置后来，挺袭击很重啊，还好只能一下袭击啊，小心啊，高位侧踹腿，后卫的摆拳顶膝抱住。龚艳丽现在没有近身以后的这一下攻击机会很大，张铁刚老师已经警告了龚艳丽。要知道贝特伦如果找到了机会，这种 X 进攻的狂练输出可是非常强大的。转跟腿来保持和对手的距离，哇，前后的右踢摆摆。龚艳丽的这个射程比对方要近，好的，要多做这样的进攻。前摆很扎实的一个前摆拳。在中国，汪可涵、鄂美蝶和龚艳丽都是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，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55公斤这个级别。地扫，连续进攻，还好，大多数都是打在了对手肩膀上啊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正因龚艳丽的打法喜欢在中远距离施展，这才使得贝特伦频繁的针对进入内围拼拳。散打出身的龚艳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将其逼退。可以说，这场比赛贝特伦可谓是来势汹汹，想好了针对性策略，只有利用侧踹正蹬，才能使得龚艳丽获得短暂的喘息调整机会。当然，贝特伦可不会白白放过来之不易的进攻机会，一旦看到龚艳丽减弱防守，又会再次逼近内围，给对方一个正面。对方在警告，缠抱要尽量减少啊。侧滑波，龚艳丽这个时候面对第2回合是贝特伦的强势局啊。后手来到。要压点了吗？对，刚才又是用脑袋撞到了贝特伦啊，压点了。这样的话一分消极，那龚艳丽就更不好打了。进攻，你就是要进攻，进攻推开了，进攻推开了，进攻多进一点，推开了，推开不要放。袭击漂亮，把他走，那就进攻了，走。裁判还是在细节方面上很专业的啊。又是连续的顶击。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尽管贝特伦的进攻特别凶猛，但是龚艳丽也没有因此慌乱丧失比赛节奏。毕竟龚艳丽大赛经验还是相当充足的。
不到最后一刻，龚彦丽也不会放弃抵抗还击。由于龚彦丽频繁的理由内为缠抱躲避贝特伦的猛骨，这也使得贝特伦有苦说不出，只能继续埋头进攻。只要龚彦丽做好防守不说 ，KO 取胜也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告诉他不要退，要对对手的腹部进行更多的攻击。又扣了1分，是又压了1点。要进攻，要进攻啊！这样对龚彦丽来说，如果想胜这场比赛，只有终结对方一图了。对，没错。第2回合的话被扣了2分呢。哦，扫踢，顶膝。贝特伦不光是拳法很犀利，在箍颈以后的内围技术也是很丰富。好的，中招。龚彦丽的后手摆拳没有打到。龚彦丽的扫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位选手的体力状态都有所减弱，尤其是贝特伦长时间的猛攻，必定对体力来说是严重消耗。两位选手身为自由搏击领域的绝顶高手，拥有极高的比赛尊严，谁都不想放弃进攻 KO 对手的机会。所以，龚彦丽也逐步加强自身攻势，反击贝特伦。既然对手如此不给面子，自己也不能坐以待毙。贝特伦也会因为自己的盲目进攻付出应有代价。后才会去参加这个决赛，而且还拿到了3战全胜这样的一个。另外他还打过 MMA 啊，还是在 Ronda Rousey 的馆训练啊。好的，漂亮，左右互抡，还是贝特伦的重击，又是袭击。好，第2回合，包括我们各位漂亮的 ringer 啊，都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亮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。贝特伦貌似已经全然忘记了龚彦丽 KO 女王称号，还不顾防守的要与龚彦丽拼拳换脚。大家都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道理，但是贝特伦为了拿下比赛胜利，也是彻底豁出去。一旦自己成功获胜，一定会获得大量的比赛收入和出场费，这也是贝特伦甘心冒险的原因。然而龚彦丽却在蓄势待发，等待精准命中的机会。关键要看最后的3分钟时间，龚彦丽如此发挥。下太重，大家看，这是脑袋尖儿，对，闪过去之后啊，脑袋。我们相信贝特伦这个龚彦丽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对贝特伦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这一下。扫踢。可能因为想要率先进入到近距离的进攻和缠抱当中，打后脑的嫌疑。刚才闪出去这一下漂亮，对，转身好的，对，要多这样的进攻，对，这样闪出去漂亮一下没有担子了，现在开始拼了，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KO 女王。对。因为在近身当中啊，他拿不到，对龚彦丽来说，他是拿不到进攻的机会，反而对手袭击是很厉害。对，龚彦丽更希望打到中近距离这样的一个距离。德比老师警告了贝特伦，不要打野，不要打近活距离啊，他上来就距离。这个2次打击。对，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。左帅。贝特伦很擅长就是在好的，压上的转身 KO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龚彦丽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龚彦丽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